我的未婚夫贺旭疯狂爱上了一个贫困生秦牧，甚至不惜与我退婚，只为跟他在一起。我不想强人所难，因此选择成全他们。3年后，我正式继承家族企业那天，他却跪在我的面前，哭着让我再爱他一次。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父亲退任后，我作为叶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正式继任叶氏集团。圈里的好朋友知道这个消息后，纷纷表示要给我好好庆祝一番。我欣然应下，在夜晚准时邀约。酒过3巡，周围不少人开始对我恭维起来：“叶总，以后可要多多照顾我们哦，毕竟你们叶家可是商圈里面的龙头老大呢。”我淡笑了一声，而后开口：“这是自然，有钱大家一起赚嘛。”一阵哄笑声过后，我的余光无意间瞥见了不远处一抹熟悉的身影。我蹙眉，将视线转到好闺蜜的身上。贺旭怎么会在这里？闺蜜看了他一眼，而后放下手里的酒杯，一脸尴尬地对我开口：“我们可是没有人邀请他过来的，是他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我们要给你庆祝的消息，所以才巴巴赶过来的。真不知道这个男人是怎么想的。我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我跟贺旭在3年前是曾经定下过婚约的关系。那时候的我，单纯的以为我们会跟旁人一样结婚生子，然后过上幸福的日子，却不曾想，大学毕业的贺旭跪在我们双方父母的面前，说他不想要跟我结婚。伯父、伯母，对不起，我爱上了别人。一个人的心只有这么点，我不想辜负叶欢，更不想欺骗自己，勉强跟他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更何况当初我们的婚约不过就是商业联姻，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喜欢。他那样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的一番话，让我们家的脸面荡然无存，更是让我感觉我对他的那份喜欢显得那样的可笑。也是在那天，我同意解除了跟他的婚约。如今想来，我们之间也已经有3年没见了，却不想会在这样的场合再次重逢。在接触到我的视线后，贺旭对着我淡笑了一下，而后迈开脚步朝着我走过来。3年的时光，他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唯一的不同是褪去了专属于青春的稚嫩，取而代之的是成熟跟稳重。只可惜，不管他再怎么改变，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而我也不会再为他感到任何的心动。我站在原地，没有任何的举止，直到他站到我的面前，我这才将视线再次转移到他的身上。周围的朋友见状，纷纷噤声：“花儿，好久不见。”听到他对我的称呼，我微微愣了一下，毕竟那是3年前他对我独有的称呼。不曾想3年后重逢的这一刻，他还是会这么叫我。不过这对我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回神过来之后，我对着他微微点头示好。是啊，好久不见。贺旭大概也是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气氛有些尴尬，片刻的沉默之后，他轻笑了一声，打破了这个僵局。怎么说，我们之间也曾经是恋人关系，怎么现在然而变得无话可谈了呢？我不明白他眼下突然提及过去是什么意思。我想他应该没有忘记当初主动提出要结束这段关系，并且爱上别人的是他吧。在职场这么多年，我已经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因此听到他说的这话后，我不过轻笑了一声，而后将话题转移开来。对了，怎么没有看到秦牧？他最近在做什么呢？大概是没有料到我会突然提及秦牧的名字。贺旭的表情有片刻的僵硬，而后我看到他放下了手里的酒杯，表情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花儿，你是不是还在恨我？恨我当初因为选择了他而做出跟你退婚的事情？我一脸懵逼地看着他，我不过就是问及了秦牧的好，这跟过去退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贺旭今天如此反常的模样，让我实在是有些摸不着头脑。然而看着他频频说起之前的事情，我总觉得他今日的出现似乎并不是那样简单。为了避免没必要的误会，我主动开口，当着众人的面跟他撇清关系。贺旭，你不要想太多了，我们之间的事情从3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我会提起秦牧，是因为你们是夫妻，我看到你自然也会想起他，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还有，因爱生恨，而我对你早就放下，自然也已经没有了所谓的爱情，因此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听到我的这番话，贺旭眼底的光芒在瞬间消散，他嘴角微微扯出一抹苦笑。我不想跟他再有过多这种没意义的交谈，于是转身跟闺蜜继续方才的话题。然而还没等我们说几句话，就看到不远处踩着高跟鞋朝着我们缓缓走来的秦牧。贺旭的视线在看到秦牧的那一刻，眉头微微蹙起，仿佛很是反感的模样。可我记得，明明当初2个人的感情可是很好的。直到秦牧站在我的面前，我才发现他跟3年前的模样似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3年前，作为贫困生入学的秦牧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俨然就是电视剧里面的白月光女主，一件纯白的 T 恤，洗到微微泛白的牛仔裤，还有垂在身侧的一头黑发，让班级里面不少的男同学被她的这股子清纯所深深吸引。直到班主任跟我们介绍她的身份，我们才知道，原来她家境清寒，能够进入这所大学是靠自己的努力。然而，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秦牧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在大学里面刻苦学习，每一次的奖学金都无一例外会有他的名额。然而，纵然有奖学金的扶持，学费跟生活费还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未婚夫贺旭却突然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贺旭用贺家的身份帮助他解决了大学4年的学费，让他能够毫无顾虑地在学校里面专注于学习。得知这件事情的我很是惊讶，因为贺旭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跟我提起过一点，甚至事后也没有准备告诉我的意思。于是我主动去找了贺旭，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贺旭，你是跟我有婚约在身的，你该不会告诉我你喜欢上秦牧了吧？那时候的贺旭是怎么说的呢？他只不过是微微轻笑了一声。花儿，你想太多了吧？我不过就是看他太可怜，所以想要力所能及的帮他一把而已。怎么到你嘴里反而就成了我出轨呢？花儿，贺家旗下的慈善项目不少，我做这样的事情也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懂才对啊。他说的那样一脸云淡风轻，以至于我就这样轻易地相信了他。可后来慢慢的，我却发现贺旭越来越反常的一面，比如他会早起去图书馆，只为了给秦牧占位置；比如他会推掉跟我的约定，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带着秦牧去我们曾经约定好的餐厅吃饭；再比如他会在他兼职下班后跟他一起肩并肩回学校，只为了一句我不放心你。所有的一切其实早就有迹可循，只不过那时候的我总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接受贺旭爱上他人的事实。而我看着如今走到我面前的秦牧，不曾想不过3年的时光，他的变化竟然会如此之大。秦牧画着娇艳无比的浓妆，身上的衣服更是性感的要命，
裹胸的包臀裙彰显了她姣好的身材，只是裙子实在太短，稍微一弯腰就会让她有漏光的风险。如果不是因为知道秦牧是贺太太，就她这样的打扮，我真的会以为她是站台小姐或者是酒吧的服务员。秦牧看到我之后，对着我扬起一个极为得意的微笑，甚至还将自己胸前的大波浪甩到身后，露出他性感的身材。叶欢，好久不见。而我只觉得他这个模样真是可笑，于是淡淡的应了一声好久不见。然而当贺旭看到秦牧跟我讲话的时候，不快的情绪愈发明显。他直接走到秦牧的身边，而后用低沉的声音质问他：你怎么会过来这里？秦牧并没有因为他的指责而表现出有任何的不快，甚至还无视他的话，伸出手挽住他的手臂，在众人面前彰显了他们无比亲密的关系。却不知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看来颇有一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秦牧的视线再次落在我的身上，随后我就看到他用着极为挑衅的眼神看着我。阿旭，我这不是因为知道叶欢正是继任叶家集团的总裁，所以想着过来好好的恭喜他一下吗？而且这个酒店的经理是我的朋友，你们今天包下来的这个场还有这些酒水，等下我让他给你们打个折。片刻的沉默后，听到这番话的众人开始纷纷捧腹大笑起来。站在秦牧身边的贺旭脸色更是阴沉的难看。还没等秦牧反应过来，闺蜜主动走上前来，缓缓开口：秦牧，我好心劝你一句，以后说话的时候口气不要这么大。你难道不知道这家酒店不过是叶家旗下酒店之一吗？我们叶欢的有钱程度可不是你这样的人可以想象的。叶欢可是圈子里面数一数二的豪门。周围的朋友闻言开始纷纷应和起来。直到这个时候，秦牧才明白过来自己在众人的面前丢了多大的脸。他气得脸色通红一片，紧咬着下唇，而后咬牙切齿地对着我们开口：有钱又怎么样？豪门又如何？这就是你们上流社会侮辱人的方式吗？闻言，众人微微挑眉。这话说的其实挺没有道理的，毕竟闺蜜只是将实话说了出来，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侮辱了吗？只能说，对于秦牧这样的底层人来说，因为从小一无所有，所以才会将自己的尊严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对于我们上位者来说，利益永远都是第一位。环境跟教育塑造了一个人骨子里的思想，而这个思想不是秦牧这样嫁进豪门的人能够明白的。这恰恰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看着秦牧脸色涨红到可以滴出血的模样，我语气平淡地开口：秦牧，我们不过就事论事罢了，你又何必人身攻击呢？闻言，周围的朋友也纷纷出声：是啊，玩不起就不要来了，又没人邀请你过来，说我们侮辱你。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侮辱吗？此起彼伏的嘲笑声让秦牧再也没脸看我，他只能紧紧地低头，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而昔日曾经一直将秦牧保护着的贺旭，在此刻却安静地站在一边，甚至还用着极为愤怒的眼神怒视着他，仿佛他的存在给他丢了多大的面子。看到他们这个模样，我一时间有些惋惜。毕竟之前贺旭是那样的宝贝秦牧，在每一次旁人因为他贫困生的身份嘲笑他的时候，贺旭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他的自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一切冷眼旁观。只不过我想现在的他大概也忘记了当初他为了秦牧是怎么对我的吧。贺旭第一次在我面前维护秦牧是在大学夏令营的时候，
夏令营带领的老师是个外教。秦牧虽然英语成绩好，但是他的口语根本就不行，说出来的英文不仅老师听不懂，就连同学们都对着他好一阵的嘲笑。不过这倒是也可以理解，毕竟请一个外教老师动辄几十万，对于秦牧这样的家庭来说，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自尊心强的秦牧无法接受众人对他的嘲讽，于是他通红着一张脸，就这样站着，好半晌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来。就在这个时候，贺旭第一个站了出来，替他抱不平。有什么好笑的？你们不过就是投胎好了一些，接受到比秦牧更好的教育，难道这就可以看不起他了吗？更何况，说实话，你们还没有秦牧那样努力，不是吗？看到贺大少爷生气，众人纷纷噤声。那时候的贺旭没有发现，我也在人群中静静地看着他呢。后来，贺旭将自己的课余时间全部给了秦牧，就是为了1对1的教他学习口语。空荡的教室里面，贺旭的视线一直紧紧地盯着秦牧，后者虽然没有抬眸，可微红的脖梗跟耳垂彰显了他的紧张。我无法接受贺旭跟他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于是忙不迭地走过去，将贺旭一把从他的身边拉开。叶欢，你发什么疯？听到他的这话，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我发疯？贺旭，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夫，你跟我是有婚约在身的。你好好想想，跟秦牧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合适吗？你想要让秦牧的英语提升，我可以派最好的外教老师来教他，何必要你这样亲力亲为？我自认为我并没有说错，可贺旭却很是不满的愤愤甩开我的手。叶欢，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不可理喻了？我们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我不明白，让自己的未婚夫跟别的女生保持距离，这就是所谓的无理取闹、不可理喻吗？那件事情之后，我实在是气不过，于是准备约秦牧好好的聊一下。学校器材室里面，秦牧一脸乖巧的模样站在我的面前，当真是惹人怜爱。我也不想跟他多加废话，于是直接开门见山地告诉他：秦牧，我希望你可以跟贺旭保持距离，你也知道他是我的未婚夫，你们之间这样密切的联系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转学，你放心，转学的所有费用我都会承担，同时作为补偿，我还可以送你去国外留学，直到你毕业之前，我都会保证你的物质生活。秦牧没有说话，微微点了点头。就在我以为他明白我意思的时候，他却突然小声地抽泣起来，而后眼泪开始从他的脸颊缓缓流淌而下。我正准备开口询问他哭什么，却不想器材室的门突然从外面被人狠狠地推开，来者正是贺旭。贺旭见秦牧落泪，于是立马站在他的面前，阻隔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叶欢，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我真没想到，原来你在私底下竟然是这样的人。你为了得到我，不惜想要把我身边的朋友都赶走。原来你的爱竟然是这样的，让人感到窒息。他的话让我瞬间呆愣住，我无比惊讶地看着他，一时间竟然觉得站在我面前的贺旭是那样的陌生。你别以为自己是叶家的千金大小姐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允许秦牧从我的身边离开，就算是你也不行。他说完这话后，不再顾及我的情绪，而后转身将正在哭泣的秦牧一把搂进自己的怀里，并轻声地安抚着，就好像他的未婚妻并不是我，而是秦牧。直到他们的身影从我的视线里面消失不见，我都久久无法回神过来，脑海就像是被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在那一瞬间炸得我体无完肤，无法思考。而如今看着他们，过去的那份坚定反而显得是那样的可笑。几天后，恰好是我的生日，他邀请我去酒吧好好的庆祝一下，我欣然应邀。酒吧里面灯红酒绿，看得人眼花缭乱。生日宴会中途，闺蜜主动走到我的旁边坐下，而后用着一脸八卦的嘴脸对我开口：“花儿，说实话，你有没有后悔当初没有跟贺旭走到最后？现在再次看到他，还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我用看着智障的眼神，一脸无语地看着他：“你这还没喝多就开始说酒话了吗？我跟贺旭从3年前就已经结婚了，早就已经不喜欢他了。你突然没头没脑的跟我说这个话题干嘛？”闺蜜对着我轻笑了一下，而后将她这几天听到的八卦都一股脑地告诉了我。原来，自从那天贺旭跟我重逢后，圈子里面就开始传言贺旭反悔跟秦牧结婚，甚至还有人说贺旭心里还放不下我，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偶遇我。听到这番话，我直接笑了出来。这群人脑洞可真是够大的。不过说起来，我怎么感觉贺旭跟秦牧之间的关系好像没有以前看上去那样恩爱了？不过才是3年时间，他们2个人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了？闺蜜闻言，放下手里的酒杯，而后对着我缓缓开口：“这个事情可真的是说来话长了。当初圈子里面的人为了避免影响到你的情绪，所以没有告诉你他们结婚后的任何事情。如今看你真的放下他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说吧。原来秦牧当初跟贺旭结婚的时候，贺家是一点都不同意的。毕竟堂堂贺家家大业大，而秦牧这样没有身份、没有背景的女人，根本就不能为贺家出一份力，更不用说对贺旭的事业能够产生多大的帮助了。可奈何不了贺旭一定要跟他结婚，甚至用绝食作为抗拒，于是贺母也就只能极为勉强地点头应下。这也就算了，你知道之后的事情更加离谱吗？就在双方家人见面的时候，秦牧的母亲竟然提出来要500万的聘礼，还说自己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贺旭能够看上她，能够娶她作为老婆，是贺旭的福气。在餐桌上对着秦牧就是好一顿的夸赞，全然没有注意到贺家父母越来越阴沉的脸色。听到这里，我摇晃了一下手里的红酒，而后淡淡的开口：“500万的聘礼，他们也真是说得出口。”就是啊，不仅如此，秦牧的母亲还说，他们的婚房不能少于500平方，还必须要位于市中心的豪华地段。提出来的那些要求，简直就不要太过分，简直就是妥妥的想要靠着女儿飞上枝头变凤凰啊！贺母被他这话气得差点没想要当场骂人，就连贺旭在听到自己未来丈母娘说出的这些无理取闹的要求时，也对这个婚事开始犹豫起来。秦牧眼看贺家人反应不太对，这才忙不迭地站出来说，这些钱就是撑个场面，到时候还是会还给贺家的。在他的好言劝说下，贺旭这才微微叹了一口气应下。你是真的不知道，听说婚礼当天，贺母直接对外说自己身体不适，于是没有出席。众人虽然表面谁都不说，但背地里简直就是把他们的事情当成笑柄，每天都在取笑他们。可笑贺旭鱼目混珠，最终竟然会娶了这样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贫困生作为自己的老婆。听到闺蜜对我说的这番话，我不由得想起当初贺旭跪在我父母的面前说出来的那番话。我喜欢的就是他身上的那股坚韧，
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凡事才会努力靠自己来取得。这份努力跟刻苦，是叶欢这种出生在豪门的人没办法体会到的。你们生来就拥有一切，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的奋斗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不依靠任何人的这股子韧劲，是最吸引我的。我仰头将红酒一口吞进肚子里，贺旭口中秦牧的韧劲，却不曾想不过短短3年的时间就消失殆尽了吧。我想他也许确实是后悔了，后悔当初为了秦牧而选择放弃我。只可惜一切都没有如果，我们之间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只是我没有想到，贺旭这一次似乎对我很是执着，甚至主动过来我的生日派对，并且熟络地拿出一份礼物递给我。生日快乐！周围原本热闹的场合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众人纷纷将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见我没有接过礼物，他将红丝绒的礼盒直接打开。生日快乐，花儿！我记得你很喜欢蓝宝石，这是我托朋友特地去国外给你配的蓝宝石项链，希望你喜欢。我不动声色地放下手里的红酒杯，而后对着他开口：贺旭，谢谢你的礼物，但是我不能收。他嘴角的笑容在听到我的这话后瞬间僵硬，紧捏着盒子的手指也因为过于用力而微微泛白。花儿，不过就是一份生日礼物，为什么不收下？而且我们之间也没必要如此的生疏吧。我以为他会明白我的意思，却不想他竟然会如此的执着于此。见状，我直接深呼吸一口气，而后将话语说得更加直白了些许。贺旭，我想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你现在已经是已婚人士了，跟我应该保持距离才对。毕竟我也不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听到我的这番话，贺旭微微蹙眉。花儿，我知道你还在气我当初对你做的事情，可是那也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做朋友了呀。我冷哼了一声，真没想到，不过3年没见，贺旭的脸皮竟然会变得这么厚。我叶欢还不缺他这种朋友，更不屑跟他交朋友。既然话已至此，我也懒得再跟他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贺旭，从3年前你主动提出退婚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可以是合作伙伴，可以是陌生人，但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朋友，你明白吗？贺旭大概是没有想到我会说得如此直白，更没想到我对他会这样的绝情。他当着包厢内众人的面直接跪在地上。花儿，对不起，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当初我都是一时间鬼迷心窍，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的弥补你好不好？我不想再跟他有过多的纠缠，更不想跟他继续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话语。于是主动出声，打断了他接下去的话。贺旭，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的出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好心情。还有，我们之间绝对不可能回到过去。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我叶欢也不会吃回头草，更不会选择你。还有，人总要学会承担自己的选择，不是吗？当初他那样坚定要选择的人，不曾想才不过短短的3年就后悔了吗？不过说实话，他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算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毕竟对于秦牧这样目光短浅的人来说，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自然是会让他沦陷的。而秦牧曾经的那份坚韧，说到底不过就是他廉价的自尊心作祟罢了。可偏偏贺旭却被他的假面所欺骗。我以为我说的这么清楚了，贺旭也会稍微识趣点，主动从我的身边离开。却不想1周后的慈善基金会上，我会再次遇见贺旭。彼时我正跟身边的朋友在聊一个国外的合作项目，
朋友一直都在海外，因此并不知道我跟贺旭之间已经分手的事情。说起来你也不小了，跟贺旭之间的婚事还没准备提上行程吗？他的视线触及到不远处，一直将视线落在我身上的贺旭。我轻笑了一声，你这大忙人消息可真的是有够不灵通的。我们之间早在3年前就已经分手了。贺旭他现在已经结婚了。朋友一脸惊讶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在确定我不是在跟他开玩笑后，他开口问我，跟贺旭结婚的人是谁呀？我毫不避讳地将秦牧的名字告诉了他。你说的是那个贫困生秦牧？我点点头，余光瞥见不远处一如既往穿着一身性感的包臀裙，化着浓妆的秦牧，并且示意朋友秦牧的位置。不是吧？不过3年不见，这个人变化也实在太大了，要不是你跟我说，我都认不出来。我没有说话，岂止是外貌的变化大，只怕内在的变化会更大。只是让我感到好奇的是，秦牧为什么会出现在慈善会上？毕竟慈善会向来邀请的都是当地一些知名的企业家或者为慈善基金有所付出的人，不管是贺家还是叶家，会在邀约之内，这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而秦牧虽然是所谓的贺太太，可她拥有的也不过就是一个头衔而已。然而很快我内心的这个疑问就得到了很好的解答，因为慈善基金的负责人主动找到了秦牧。你好，请问您是贺太太秦牧女士吗？秦牧仰头一脸骄傲地点点头。负责人扬起敬业的微笑，开口跟秦牧确认他是不是捐赠了一块红宝石的手链。闻言，秦牧还以为人家是跟他过来道谢的吗？于是语气很是慷慨地说道：是啊，不过就是一条手链，你不用专门过来跟我致谢的。他的这话一出口，负责人蹙眉，用着很是不解的眼神看着他。贺太太，你误会了，我这边过来是想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的红宝石手链经过我们专家组的验定是假货。你确定没有拿错手链吗？或者你的手链中途有没有交接过的情况呢？负责人的意思纵然再委婉，我们都听出来，他的这话就是说秦牧在慈善会上捐出来的那个手链是假货。而众人听到这话，在背地里纷纷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嘲讽的话语虽然没有摆在台面上讲，但也足以让秦牧当众丢脸了。秦牧被气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就像是走马观花一般精彩。他狠狠地放下手里的酒杯，而后对着负责人没好气地开口：谁跟你说我的东西是假货的？你们那些都是什么狗屁专家？只怕都是眼瞎的吧？见他如此粗鲁的样子，周围原本还有人怀疑可能是专家鉴别错了，眼下都纷纷确定是秦牧的东西造假了。毕竟上流社会的人从来都没有素质如此差，开口就骂人的。在得到负责人的确定后，秦牧此刻显然是骑虎难下，周围一群人都纷纷看着他，等着他好好的解释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就在这个时候，贺旭主动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并且当着众人的面拿出了另一条红宝石项链。应该是中途不小心拿错了，那个是我们的展示品，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贺家准备捐献的项链。负责人将目光在两人之间流转了一会儿，而后拿过贺旭手上的项链，这才转身离开。这场闹剧终究暂时告一段落。等到众人都消散得差不多了，冰冷着一张脸的贺旭转头将视线落在秦牧的身上：你一天到晚的能不能给我安分一点？出来丢人现眼干嘛？秦牧被他这话说得满脸通红，
下意识的就想要反驳。我怎么知道那个项链是假的呢？周围不少人此刻显然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他们，毕竟没有人是不喜欢八卦的。那个女人就是之前嫁进豪门的贫困生吧？竟然还妄想一朝成为凤凰，简直就是做梦啊！就是啊，不过说起来，贺旭也真是有够愚蠢的，放着堂堂的叶家大小姐不要，竟然要这样一个没身份、没地位、没背景的女人，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犯蠢吗？秦牧自然也听到了周围人说的这番话，脸色苍白的直接僵硬在原地，好半晌都没有反应过来。贺旭不想自己被众人议论纷纷，于是安排了手下的人就带着秦牧离开了这里。我以为这件事情就此过去了，却不想贺旭主动走到我的面前，并且当着众多人的面直接牵住我的手。花儿，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退婚的话，这一切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周围原先热闹的场景，在看到这一幕后，纷纷噤声，安静成一片。毕竟他们之中有些人清楚地知道，我跟贺旭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而原本准备离开的秦牧，在听到贺旭对我说出来的这番话后，直接站在原地，满脸通红，极为愤怒地怒视着我。我不想惹起不必要的是非，于是开口告诉他：贺旭，人总要往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以为我都这么说了，贺旭总该放过我了，可他却固执地牵着我的手，不肯松开。花儿，我过不去，我真的过不去啊！这3年来，我的心里没有一刻是不想念你的，我根本就放不下你。此话一出，我清楚地听到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我实在是没有想到，贺旭竟然会如此的固执。还没等我再次开口，秦牧就拨开人群冲了过来，而后对着贺旭的脸颊狠狠地落下一巴掌。贺旭，你看清楚，我才是你的老婆，你现在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说你心里爱着的那个人不是我，那我算什么？你告诉我，我算什么？贺旭因为方才的事情，原本看到他就情绪不好，眼下他在众人面前又是这样的一番闹腾，贺旭直接一把推开他：你能不能少在外面给我发疯，丢人现眼的家伙！秦牧情绪上头，余光瞥见站在他身旁不远处的我，走到我的面前，用他修长的手指恶狠狠地指着我：丢人的不是我，是你的情人叶欢才对。他明明知道我们已经结婚，却还在背地里这样勾引你。叶欢，你还要不要脸？清脆的掌声打断了他接下去的话语。他捂着脸颊，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秦牧，撒野也记得分人，我不是你可以招惹的人。还有，我叶欢还不至于要一个2婚的男人。慈善基金宴会结束后，我正准备离开，贺旭再一次地拦住了我的去路。花儿，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秦牧竟然会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见我冰冷着脸的模样，贺旭突然跪在我的面前，开始对我忏悔。花儿，我真的后悔了。跟秦牧结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之间的区别有这么大。看着他这样伤心欲绝的模样，我的心底却再也没有半分涟漪。秦牧的那份清纯，不过是因为他的社交面窄，因此接触到的人也实在有限。而在成为贺太太后，他内心深处那份人性的欲望就此展露出来，因此会在这灯红酒绿的世界中迷失自我，自然也是常理中事。花儿，如果我跟秦牧离婚的话，你还要不要我？我蹙眉后退了一步。很抱歉，我想我方才也应该说得很明白了，我们之间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的故事，而且我已经有了未婚夫。等他回国之后，到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公布我们的婚讯。
听到我的这番话，秦牧就想是无法接受。你骗我的，对不对，花儿？明明你最爱的那个人是我，你怎么可能会爱上别人？你怎么能跟别人结婚呢？看着他这样狼狈的模样，我不过是勾唇轻笑了一声。贺旭，从3年前，我们之前就注定成为了彼此的过去，不要再纠缠不清了，也不要让我厌恶你。再次听到贺旭的消息，是他跟秦牧离婚的事情。听说秦牧被发现将贺家的商业机密卖给了别人，所以被贺夫人直接给赶了出去。这件事情在圈子里又一次的成为了众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过这一切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看着身旁正在给我挑选钻戒的未婚夫，扬起唇角微微一笑，这才是属于我真正的幸福。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